今天我们接着来说下古代对付女犯人，古代既羞辱又残忍的8大刑罚。一、骑木驴，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。骑木驴是中国古代一种残忍的酷刑，多用于惩治勾结奸夫、谋害亲夫的女人。据历史记载，木驴有许多种样式，大致可因当地的制造工艺水平高低，分为繁简2种。简单的不过是一段圆木头，下面安4条腿，像一张条凳。所不同的，第一是凳面，不是平的，而是呈圆弧形；第二，凳面正中间有一根2寸来粗、1尺多长的圆木棍儿，向上竖着，这就是这种刑具被称为木驴的原因。到了明末清初，骑木驴的刑罚更加残酷。据有关史料记载，当时的骑木驴的过程是这样的：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，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，放在木柱顶端，使木柱戳入下体内，然后放开，让这名女子身体下坠，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，长数日方气绝。清朝时期，官场刑狱又发明了比较复杂的木驴刑具。与原先木驴不同的是，这类木驴上面的木橛子下面连接了偏心轮一类的活动机关，可在木驴移动时由车轮带动木橛子在女犯人的下体里，以在游街时对年轻女人造成痛苦和凌辱。2、幽闭是中国古代对女性使用的宫刑，为5刑之一，就是所谓的丈夫割其室，女子闭于宫。汉代学者孔安国的叙述是：宫，淫刑也，男子割室，女人幽闭，赐死之刑。最早见于吕刑。幽闭是相对于男子宫刑的一种对女子的酷刑，原本只是指把女子监禁，彻底灭绝她的性欲。幽闭执行的方法没有官方的史料记载，流行的说法包括将人永远囚禁于深宫之中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，如切除卵巢或输卵管。但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，如此操作的死亡率会很高。还有一种说法是用木锤击妇女胸腹，人工造成子宫脱垂，但似乎缺乏解剖学的依据。后来到明代，幽闭演变成剔去其筋，因为在明朝医术并不如此进步，所以受到此刑的人大都会因失血过多而死。清人吴襄见解独特，他说，妇女下体有块小骨叫休密骨，一旦施加外力使它坠下来，就会像闸门一样闸封下体，无法行房事，从而达到惩处女子的目的。3、笞杖是中国古代使用的最广泛的刑罚之一，它是一种体罚，通常用来惩罚轻微的罪行。笞杖的执行方式是用棍棒打击犯人的身体，通常是打臀部。在古代，女性犯罪也会被判处笞杖刑。笞杖作为一种刑罚，源远流长，它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。笞杖的执行方式虽然简单，但它对犯人造成的伤害却是巨大的。被判处笞杖刑的犯人往往会遭受巨大的痛苦，有的妇女侮辱难耐就当场碰死。在古代社会，女性的地位较低，她们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女性犯罪也会被判处笞杖刑。这种刑罚对女性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，它不仅损害了女性的身体健康，还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4、斩刑，又称斩指，古语有云十指连心，是中国古代一种夹手指的肉刑，一般用于女性。刑具叫做斩子，由绳索和数根小木棍穿织而成，木棍数量多为5或6根，串成如侧形，即拉扯2侧绳索使木棍向中间压迫。若人手指置于其中，轻者皮开肉绽，重者指骨可能被夹断。官府常用此刑对女犯逼供。斩刑作为一种刑罚，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它的执行方式虽然简单，但它对犯人造成的伤害却是巨大的。被判处斩刑的犯人往往会遭受巨大的痛苦。在古代社会，女性的地位较低，她们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女性犯罪也会被判处斩刑。这种刑罚对女性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，它不仅损害了女性的身体健康，还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总之，斩刑是一种残忍的刑罚。五裸刑是中国古代史上针对女性，把女犯的衣服剥光后处刑，是统治者最卑劣、最下流的刑罚。除了贬低其身份之外，还额外起了一个羞辱的作用。在穿衣文化的世界观形成后，中国人便开始以裸体为耻了。裸刑处决在夺去犯人生命的同时，也在贬低他的身份，侮辱他的人格。裸刑作为一种刑罚，在中国古代法律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它的执行方式虽然简单，这种刑罚对女性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。被判处裸刑的犯人往往会遭受巨大的痛苦，还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例如，陈硕真是隋末金国女杰，
他于唐高宗永徽4年10月率众起义，自封为文家皇帝。陈硕真是当地百姓的崇拜对象。后来起义失败了，陈硕真被俘，在遭处死的时候，唐军为了破坏其在百姓心目中的极高威望，行刑时剥光了陈硕真的衣裤，使他一丝不挂地跪在秋风之中，以供广大围观者对女性胴体的欣赏。这对于任何女性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。随之，刽子手又当众对她实施凌辱，然后割去其双乳，想以此来摧毁其意志。但是陈硕真对于刽子手的种种暴行却毫无畏惧，挺直了自己赤裸而坚强的身躯，欣然地向死亡走去。6挖阴术是古代女子遭受的5种离奇宫刑之一。挖阴，顾名思义就是挖去生殖器。男子割去生殖器，在蚕室里待上个把月，也就能痊愈了，而女子被挖生殖器，涉及体内多处重大器官。在古代比较落后的医学条件下，这种刑罚显得异常残酷。受刑的女子往往因为血流不止而死于非命。在古代社会，女性地位低下，她们往往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女性遭受的刑罚往往比男性更加残忍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，女性的贞操被视为极其重要的东西，一旦失去了贞操，女性就会被社会所唾弃。而挖阴术这种刑罚无疑是对女性贞操的极大侮辱。另外，王夫之在《史小录》里还有于聘剔去其筋，如掷马屎之类，使欲心消灭的说法，此法破坏程度较小，操作起来较复杂，没有庖丁解牛那2下子，恐怕是做不到的。7啄鞘法是古代女子遭受的5种离奇宫刑之一，它是一种掩蔽女子下面的宫刑。啄鞘也称啄或啄翼，啄和翼的原意是指拴牲畜的木橛子，另据说文解释为以棍击伐之意。鞘应该是指女性下体，啄鞘就是用这种木橛子摧残女性下体，其狠毒程度可想而知。明朝人王兆云在《碣石圣谈》中提到了此法的操作，用木锤击妇人胸腹，即有一物质而掩蔽其聘户，只能便溺，而人道永废矣。这就是通常所讲的幽闭。这种刑罚残忍无比，令人不寒而栗。8铁莲花，当女囚坐得上去时，狱卒拉动木马尾部的一个机关，铁莲花便会一开一合的在她的下体内不停旋转，让女囚顿时疼痛难忍，大有生不如死之感。那么铁莲花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残酷的刑具？为何会让古代女人望而生畏，听之胆寒，做之魂飞魄散？据有关资料记载，铁莲花是中国古代一种酷刑，专门针对那些所谓不守妇道的女人而制作的。古时候有一种针对女性的酷刑，叫做骑木驴，也叫做骑木马，而致命的铁梨花就隐藏在木驴的背部。对于那些所谓不守妇道的女人，通常让她们骑在木驴上。官吏审问时，如果不老实交代罪行，官吏就会命衙役们转动木驴上的旋转铁梨花，对女性下体进行折磨。这时候她们往往痛疼难忍，叫声凄厉，发出哀求，甚至昏厥过去。原来铁莲花是一种由锋利铁片组成的花朵状刑具，形似莲花，所以取名铁莲花。不难想象，当它展开并转动时，能把一层下体的血肉绞下来，因此只要狱卒拉动木马尾部机关，铁莲花便会一开一合插入其下体，并不停地旋转，当即令女性痛不欲生，大声哭喊，堪称中国古代最残酷的经典刑具之一。